所有告诉你不需要那么努力的窍门，都是在利用人们潜意识里的偷懒和懒惰的心理，抓你的眼球。嘿，大家伙早喽！10月12号星期六了，今天又是平田先生的早训练，但是今天不跟大家一起跑了，因为虽然我应该是没事了，但是不确定会不会传染人家，所以还是不集体在一个方阵里跑了。今天轻松跑，然后今天咱们应该是回评论的日子。我这4天过得好快啊！我还是决定按照固有的4天的周期，就是今天是第4个训练日，明天休息。所以今天咱们回评论，怎么回呢？一会儿去 R Baker 吃早饭，一边吃早饭一边回。看大哥，哎，又开始了。大阪城的早晨生活还是很丰富。大哥这鞋穿的很别致。这边还有练舞的，看看人家愿不愿意让拍啊。这2位，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さよなら、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今天跑了4公里多了，再这么溜达一圈，再拍拍在训练的小伙伴们。今天的感觉跟昨天差不多，所以并没有因为昨天早晨出来轻松跑而变坏。但是呢，你要让我说事实的感受是，还是感受是在有被生命影响的状态下，只能这么说，就很微妙。但是也没有那么严重。我有一年，那个时候还是2017年，好像2018年，那时候北京有公园办马，刚开始有，还不像现在都在郊区。那时候不是在朝阳公园，就是在奥森。我参加过一次奥森的，那次也是，就我跟大家老分享那次严重的流感，那次折腾了我3周。因为我那段时间可能也是工作比较累，压力比较大，那次是基本上康复了，就感冒严重的感冒康复之后，可能会有持续的呼吸道刺激，有人会咳嗽好长时间。我那时候在那状态下，去参加了一次公园半马，还得奖了呢，前20名有奖。那一次的奖还挺好的，那一次的奖是蛋白粉。这种小条装的，20条一盒，忘了什么牌子的。然后第2次再得奖，就是我说那次休闲裤，而且最小号是 L 号的，那个腰看着跟水桶一样，那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今天轻松跑一跑，一会儿7点开门，去烘焙店吃早饭加减剂。Go！ 嘿，嘿。みんな捉えてみよう、フォームチェックね。
あ、大丈夫です。哎，小伙伴们，现在已经马上7点了，还有3分钟烘焙店开门。我们坐在外边，现在气温14摄氏度，还可以穿一个皮肤衣，里边穿的是队服。咱们就开始回评论。有小伙伴说，单独用拇指相机 Go3S 拍摄续航力还行，但是如果连了手机就会降很多。那确实是因为它连接手机是实时的蓝牙，它肯定是有电力消耗的。反正我出来拍摄的时候都不带手机，我跑步也不带手机。所以我没有对比，大部分都是关心我的，感谢大家。然后关于下周的东京半马，有些小伙伴说下周也要参加，在 B 区啊，我在 C 区，我看我能不能追上您吧。我估计就是因为我一开始是想报他那个Semi Elite，然后我报完以后呢，我没太就这事儿怪我没太仔细研究他的那个规则，他要去日本田协的网站去提交成绩，然后我没做这一步。然后等于就是Semi Elite就落选了，落选之后它会自动给你放到大众组抽签儿，然后我抽中的，但是按说这么干也不会影响分组的事儿啊，不知道没关系啊，因为反正你看我这个感冒的情况，我觉得怎么着得影响到周2，我估计，半马是个拼强度的项目，我觉得20号的半马，我不知道那时候能不能知道北马的中签结果了。应该可以了吧？北京不是说10月中旬吗？这下一个问题咱们再说。所以那个到时候20号的半马应该就是赛前的速读课。上星期穿闭麦 3.0 跑出半马86分，可以。然后另外就是关于成绩的预估和马拉松的预测，有好多小伙伴在问这个问题，也有小伙伴之前见过面的，有微信的拿微信问我，其实我是这么想的，他们大部分的问题是说我现在什么心率能跑多快，然后我集中在几区的心率去完成马拉松可不可以？我统一的回答都是，我从开始跑步到现在第10年了，我始终不认为心率和心率区间对比赛有实际的意义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马拉松是42公里又195米，你想要什么成绩就会对应一个什么配速，而不是对应一个什么心率，讲道理吧。所以说你的目标是用你的目标配速跑完42公里又195米，这是您的目标。而好多人说那跟着心率区间训练有科学呀，我同意，是肯定比瞎跑科学一些，但是那只是训练。你想的目标是说，我现在比方说我因为心肺系统不行，我跑不了那么快，那我就多练，把它变形。而且我那天跟那位小伙伴微信说的是这样的，我说如果您还困扰在心肺系统上，就是困扰在因为心肺系统不能实现您马拉松全马的目标的话，那其实你现在还不需要考虑目标。我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真正需要考虑马拉松成绩的时候，或者这么说，我觉得
我没有具体的试过啊。我觉得，全马在3小时20、3小时15以内的选手，基本上就不会说因为心肺而造成说最后我差1分钟2分钟没有 PB， 最后都是腿没劲儿了，很少。不，其实再放大点说，都不一定是快的选手，就慢的选手，比方你6个小时完赛的选手，最后你也是腿没劲儿了，没有人最后说我跑不动了，还跟那开始走，是因为我喘不上气来需要开始走，都是腿没劲儿了，或者腰疼，或者哪儿疼，或者浑身肌肉关节疼，然后跟那儿走的，基本上是没有说因为像短跑或者那种1000米的体测，说我最后我喘不上气来了，我实在不行了，我得慢一点，基本上没有，对不对？或者绝对没有。所以心率区间对于全马比赛来说，我真心觉得大家不用太在意，就是赛场上就是拼搏。你看我的全马心率平均心率基本都在173甚至以上，你看那些高手们其实也一样，就是最后都得拼到自己的极限，是不是？下周末其实就是明天芝加哥马拉松，看了天气预报，早上7点到10点，体感温度是9到14度，这个温度一般戴臂套和手套嘛，戴臂套不戴手套。手套到什么温度以下呢？我觉得可能6摄氏度以下，再考虑比赛戴手套。因为我大完马拉松的时候，就是10公里的时候就把手套扔给家属了，对吧？你热一点以后就不需要了。比赛中戴手套有一个比较大的弊端是不好撕能量胶，不好掏电解质胶囊或者电解质颗粒，所以我就不戴手套。有的时候就那一下还是挺关键的，而且戴手套你拿水完了以后肯定会湿的，湿了以后你更不舒服。现在咱们说句大实话，跑步的手套都不便宜，一般你也不舍得扔，是不是？方便透露裤子的品牌嘛？您问的那天就是那天的5个1公里穿的是内道的，这种是现在比较少见了，就是内衬和外边，就是内衬是一个半弹的压缩裤，可能是4分左右，然后外边是一个普通短裤。像我刚开始跑步那几年，好多这样的，因为那时候人们还不太习惯直接穿压缩裤。但是我的建议是说，如果是比赛的话，就是半弹会更适合比赛。但是如果您一定习惯穿普通短裤，也是普通内衬的，就3角内衬的普通短裤。长距离或者强度课的补水，如果强度课好办啊，你间歇嘛，间歇的时候喝水，你不管是操场也好，还是一条路折返也好。然后长距离的话，像那天那个30公里，因为它3公里一圈，组委会提供补水的桌子。像我今天这种20公里的早训练也是，我们是5公里一个折返，也有搁水的地方。然后如果是自己跑，你必须在那时候我在北京的公路上的话，那时候北京是因为跟这儿不一样，路边扔垃圾的地儿特别多嘛，垃圾筐特别多，所以呢带一个一次性的食品袋，不漏水的，搁一包水，给它系一个死扣，然后喝的时候咬破喝完就扔了。然后就是关于北马报名这事儿，我不是说我不太理解吗？就是我说的不太理解，不是我真的不懂，兄弟。有小伙伴说其实特别好理解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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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着？我说我是1985年在北京的2环内出生的，我在那儿生活长大了38年，我什么都见过，我其实挺知道的。我当然知道是为什么，我只是说在这件事情上，组委会可以尽能力做得更好，或者说这不是个那么严重的事情，我个人认为。另外换句话说，如果因为我们的就是我这种渺小的声音能够让北京马拉松越来越好，比方说他能够提早3个月报名，提早2个月告诉你确定是否中签儿，那你的酒店、高铁、飞机，或者是像我们这种在海外的安排行程、订机票，那不是更好吗？就是我是在为您，就是我这个不理解是，如果能够有一些结果的话，是为您好啊，您也是为跑者呀。而我们往往是说，就是你看我为你好，然后你还跟我说，给那个可能对您造成一些小困扰的事情找原因。这个我其实理解您的话，但是我不太理解您的动机。真心的，我没有针对谁，我只是表达我的观点，就是我们应该更努力的让马拉松这个事情在我国发展的更好。
因为你看最近赛事的延期、降级这些频频发生，就是我觉得有些什么事都是这样，就是开始爆发，然后冷静，最后是到大浪淘沙。这事儿就说到这儿。步频这事儿没什么可羡慕的，每个人有每个人不一样的身体条件和状态。我还羡慕步频低不服大的人，都是这样。你看这儿又有一位说，跑步的话不用像其他博主说的压心率跑吗？因为您说我们的心脏跑不坏，时间久了自然心率就下降了。我压了1个月心率跑得太枯燥了，想不管心率高就跑，有什么建议？我同意您的观点，那不要不用压心率跑，真的。我觉得我这期的会员视频的开头，我剪了一小段后边我要说的那个所谓的小花絮放在前面了，我可以跟大家简单说一下，就是所有告诉你不需要那么努力的窍门带引号了，我这手拿着手机呢，就不2个引号了，都是在利用人们潜意识里的偷懒和懒惰的心理抓你的眼球。对，阿迪的 Pro 4绝对值得尝试，我同意，我还在想办法，但是这边应该是12月就开始卖了，据说是这边的首发是另外一个配色，11月好像是，然后要白色那个配色可能是12月。这位小伙伴搞笑了啊！北马据说11月13号出结果，底下有人回复的都比完了。然后前2天我展示那个睡眠分析的 APP， 那个用了好些年了，叫 Auto Sleep， 就是自动睡觉。你要是苹果生态的话可以用，是付费的。上海的报名太晚了，因为大满贯有没有可能改进一下呢？肯定会的，因为它就算不改进国内的，它也会改进更多的针对海外的报名时间。因为大满贯赛事是有参赛成员，就好像是有从海外来的人员的人数要求的。就这样的话真的不行。就上海还好，你看北京，如果它真的是10月19号出结果，那还有15天就比赛了。说句不好听的，买高铁票都得第2天赶紧买了，对不对？你看我这种，我在北京还有家呢，我不用安排各种东西，我还拿着中国护照，我是中国人，我出入境还不用办手续的情况下，我都觉得15天有点难，而且越临近买机票越贵呀。你说我要是个，比方说我是个德国人，我一直觉得想去看看北京天安门，然后我想有朝一日能参加个北马，那我不能先来北京等着抽签啊，是不是啊？而且这还是刚才那句话，就我有这观点，我说这不是为了各位好吗？是不是？将心比心嘛。今年厦门直通控制总数1万了，我觉得这个对，要不然直通不控制上限的话，好多那个直通要求就全直通了，然后再加上赞助商的名额，那还抽什么签啊？是不是？我就都说这个大实话，这些都是多方面竞争、妥协、博弈，最后的结果永远都是螺旋向上升，这儿好一点，然后呢这儿呢没有好更快，就会慢一些，就慢慢来。我觉得就像刚才说马拉松报名这个事情是一样，就是我还是觉得不一定每个人的理解和观点都是准确的，就是真都是事实，因为有可能就隔行如隔山嘛，这是肯定的。就像我对马拉松比赛举办、报名这些行政的事儿，我也一窍不通，我可能分析的也不对，没有理解到人家的困难。但是有我这种声音出现，可能呢，人家听到了说，哦，原来他是这样想的。现在就像品牌做市场调查是一样的，原来用户是这样想的，就站在用户侧去考虑，就并不是说谁要针对谁，就是我也不是说我针对你或者针对某个事儿说你不好，我只是说我希望你能更好。你可以告诉我说，您提的这个原因我知道，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做不到更好了，因为什么什么什么，或者因为我不能告诉你的原因。那这点就是互相的理解，并且互相帮助进步，出主意。这个大到一个大环境，小到一个小公司、一个小团体，就跟我跟家属2个人在家里也是不停的就聊这些事儿，我们怎么能让这频道更好啊什么的，对不对？不成熟的观点。OK， 差不多，今天聊的挺多的，因为坐着聊就不像跑步的时候一聊几句就累了。
哎，我的早饭来了，看这是2份早饭，大家看频道久的人应该都熟悉了，2杯热咖啡，然后一个全麦吐司，一个白吐司，一份沙拉，一个白煮蛋，这是1份，这一共是2份。2个人，你们看在大阪城的这么好的景观位吃这一顿早饭，人均22块人民币。早晨7点17，行吧，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虽然明天是休息日，但是明天是周日，这周就周日歇一天，所以明天下午北京时间1点半，我们直播间见。热咖啡。